遗产继承。多少？10个亿！我沈之婉，一个高2休学，连补课费都交不起的倒霉蛋，没想到1天之内被2件好事砸中。第一件，护氏豪门秦家找上门，说我是他们遗落在外的真千金。第二件，我养母失散多年的亲爹留下了10个亿，要我继承。离谱的是，这2件好事都有同一个条件：本年度高考考入清北。但你必须拿出成绩，才能获得家族认可。考上清北？可我刚刚休学了1整年啊！还有，更讽刺的是，这是秦家给你的生活费，别乱花。居然是他！回到家后，他们嫌弃我，防着我，怕我抢假千金的东西，却对我质疑当年的车祸只字不提。志绵，若瑶在秦家长大，有点娇惯，你多让着她点儿啊！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根本不是回去争宠的，而是去花钱的。沈家大小姐订的午餐到了。送大家免费大餐，还有知识付费。没错，既然我是沈家真千金，那就得有大小姐的样子。你这题思路卖吗？卖500，成交。那我这个呢？少爷我亲测，好用，好用，有用再付款，够现实。姐姐，成绩不是靠钱买的，你第1天这样，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摆大小姐架子？成绩买不来，效率可以买。还有，我是真千金，你是假千金，大小姐这个身份我不用摆。就今天吧，小测提前。姐姐别紧张，休学1年，考不好也没关系。如果考不好啊，只能说明秦家给我的补课费还没花够呢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你当众说我是养女，我真的很难看。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说你是秦家亲生的？姐姐，你是不是想赶我走？那你走时可别开车，我怕你撞到人。他当初难道看到我了？若瑶，累坏了吧？妈妈给你炖了汤。没我的。你刚回来，妈妈不知道你爱喝什么。营养餐费记一笔。你1碗汤也要计较？不计较感情，计较成本。这女孩真有点意思。姐姐如果讨厌我，我可以走。不许胡说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沈之眠，你快给若瑶道歉。道歉可以啊，医药费、康复费、物学费、资料费、补课费、精神损失费。你什么意思？先让他清算下去年车祸产生的费用。那说的那件事真的不是我，姐姐，你不能因为我占了你的位置就污蔑我啊！是啊，若曦一直是个好孩子，怎么可能会做开车撞你这种事儿？沈志远，别拿没证据的事儿泼脏水。他就是嫉妒若仪被我们秦家养了这么多年。他们不是看不见的偏心，是看得太清楚，所以才恶心。钱到账，我嘴闭上；钱不到，明天我去校门口广播问问，当初秦家真千金的手在一中门口到底是谁撞断的。你刚回秦家就威胁我们？怎么会是威胁？只是结账而已。爸，他说到底就是要钱。对啊，我看你是在乡下待坏了脑子，知不知道这样很不讨喜？我不要你们喜欢，也不要你们心疼，
这些年我也没拥有过，反正也没用，我只要钱。知眠，可是我们是你的亲人啊！亲人，至少会先问问我的手疼不疼，以及当初我整整痛苦、昏厥、昏迷了半个月，找不到肇事者，几乎掏空了养母1整年的收入。给他，让他这种丢人的玩意儿感受下有钱人的生活。豪门秦家的封口费，用来补贴我学习经费，刚好合适。不卖断，只卖讲解，听懂为止。你缺钱？缺。我也缺。你缺钱？我缺时间。周岩怎么会对他笑？该死！同学，少糖冰美式1杯，还附送押题资料。糖还是多？你还真难伺候。我付了钱，当然难伺候。裴景行，你不是从来不给别人整理资料吗？以前也没人按页付钱。他这页不值钱，我已经砍价了。连裴景行都对他不同了。沈之婉，你今天的小测卷子有问题。我就知道他是不是作弊了。什么？作弊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太想证明自己？也不能走歪路啊。老师，您继续说。不是作弊，最后一道压轴题你写了2种解法，明天来办公室，我想确认思路。听见了。这道压轴题为什么不用常规解法？因为慢。我现在最缺时间。老师，姐姐休学1年，可能只是刚好见过类似题。你当时撞我的时候，我伤的是手，不是脑子。姐姐，你又污蔑我，你没证据的。所以我还没报警，只是在记账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老师。那你现场再讲一遍。讲原来的，还是换一种？你还能换？可以，就是费脑子。奇才！这次小测沈之文没有作弊，他最后一道先写了2种解法，刚才又现场写出第3种。你数学非常强，你物理也不差，所以卖我资料吗？卖。秦家投资你的第1天，收益率爆表啊！纠正一下，是我收益率爆表。行，你的对。老师，可姐姐刚来就用钱买资料，这对其他同学不公平吧？我可没有白拿。谁的笔记有用，我付钱；谁的时间被占用，我付钱；谁帮我节省学习时间，我加钱。你觉得不公平，是因为你习惯了秦姐大小姐身份，习惯性让别人免费围着你转吧？我哪有？只要不违反考试纪律，学校不干涉。沈之眠，下课后来领清北冲刺组资料。沈之眠，他才刚转过来，还休学1年，凭什么啊？凭他这张卷子。沈之眠，你真要冲清北？不是冲，是必须上。休学1年，数学满分？这哪是休学，这是闭关吧？这类题，联考必考。多少钱？你能听懂再给吧。别搞赊账。我不欠人情。那欠我的英语模板钱呢？你那版废话太多，倒贴我都嫌浪费时间。行，我改。周燕以前只对我笑的，裴景行谁都不理，为什么现在全都变了？该死！没想到当初还是中考状元。是，只是后来高2休学，资料断了1年。哦，难怪这么傲。老公，
都怪我当时接知眠回来时没仔细看资料。现在也不晚，本家最近正看重第3代培养资格。秦莫凡那边不争气，若曦也差一些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他沈之墨真能冲上清北，对我们有大用，是不是找个时间把名字改回来？想上秦家族谱，得看他下次考试成绩了。有用？他居然说他有用！方哥，你那个真妹妹数学满分啊？关我屁事！听说秦叔叔都查他中考成绩了。你们本家不是看成绩吗？他要是真冲清北，你这继承培养资格，一个休过学农村来的废物，还真当自己是大小姐了。数学好，他难道门门都好？沈之墨，听说你数学满分？听说你数学个位？你别以为考好一次就能抢秦家的位置。你的位置如果靠我抢才美，那本来也不行啊。沈之涵，听说你以前是中考状元，听说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是问过，还是没看过我资料？知眠，你要是真有这个基础，以后也可以帮帮你哥哥，他成绩一直不太稳定。谁要他帮？帮他，可以。亲哥价3万1晚。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了？客户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成绩好，爸爸妈妈就会更喜欢你？菜就多吃点，少脑就补脑。我说了，对秦家的人的喜欢不感兴趣。爸妈，你们看看姐姐。以后秦家的资产1分都别给他，他这种乡下人就应该一辈子在农村里种地。秦家资产还没我遗产1半多。知眠，我这个物理电磁专题要买吗？分类清楚，值800。800？你要嫌少可以改。不，够了。姐姐，你这样会让大家觉得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一切。那我买你的命，你卖吗？只能买到别人熬夜3个月结晶。可你这样是玷污了知识。他付钱，我讲题，比你平时白嫖要干净。我倒想让他白嫖，可他嫌我模板废话多啊。事实。行，还往我这里扎刀。沈之明，给我等着！听说你在班里花钱买资料，挺风光啊。有事儿说事，我还要背单词。爸让你回家以后给我补数学，先给钱3万。你真以为自己考好一次就了不起？放下。不放呢？在学校抢东西，处分起步。你他妈谁呀？卖题的，还有我呢，录过录像的。秦莫凡，别冲动，你这成绩再背个处分，你们本家那边会不会觉得你是个智障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没事吧？有事儿。腋角折了，他手还脏，这都黑了。哼，爸妈，沈之眠，你们管管他吧，跟一群男生混得很近。怎么回事？瑶瑶，你说。爸妈，其实哥哥只是担心姐姐被别人带坏了。姐姐她最近和周燕、裴景行走得太近了。知眠，高3了，男女同学还是要注意分寸。分寸是什么？姐姐，你何必装糊涂呢？我们不是说你早恋，只是怕别人误会。周燕物理讲题4次1800，裴景行英语模板2版，1版退货，1版300，这叫早恋？你跟男生来往还这么理直气壮？不然呢？我花钱买题，考清北有问题。爸妈，你们别被他鬼话骗了，他来我们家花了多少钱了？他分明就是跟人约会乱花钱去了。沈之明，我需要你一个解释，否则零花钱减半。零花钱减半，那分数也减半。你什么态度？态度？
这不是学习您怀疑的态度。不知道下次本家对摸底考试分数要不要个态度？好，你敢威胁我？好了，妈说一句，这样子，如果下次月测考试知眠的分数只要能进全校前50，就不扣零花钱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也一样。知眠，你知道的，全家都对你寄予厚望，所以就是双标了。双标怎么了？你以后注定要嫁出去，只是个外人而已。就是啊，姐姐，你要有为家族牺牲的觉悟啊，人不能自私成这样。你看看若瑶，不是我们亲生的，都为我们秦家着想，你一个亲生女儿却处处跟我们作对。所以合着这么多年抛弃我，你们找回我从没想过弥补，只是想着牺牲。人要知足，你能回到秦家这么富裕的家庭，你就要烧高香了。就是不要奢求我们去迁就你，而是问问你自己能给家族带来什么，否则你还在你那乡下家里过一辈子穷酸日子呢。还真是高高在上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秦家的这一切我都不稀罕，没有你们我会过得更好。大话谁都能说，我只要证明。好，你们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就赌这次月考成绩，我能进入全校的前50，超过他们这2个废物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全校前50，那得在班上最少前3名。你休学1年多了，现在还差得远吧？就他，笑死！休学1年的废物，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当初那个中考状元呢？只不过数学测试走了狗屎运，敢这么狂妄！废物少说，你们敢赌吗？好，如果你输了，以后必须听家里的话，再跟所有人都道歉。可以，我赢了，秦家给我奖励100万，并且他们零花钱减半，敢不敢？姐姐，其实我不想赌的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尊重一下爸妈还有哥哥，这个赌约我参与。那我也参与。为了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收一下，我同意。赌上尊严，我也要把你们高高在上的嘴脸打落尘埃。沈小姐，先生说今天先送若瑶小姐和大少爷，您稍等下一辆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哥哥今天有事，司机只能先送我们。你不会迟到吧？他不是会花钱吗？自己想办法。幼稚，我还显得清静。喂，裴景行吗？包早餐和英语短语表，顺便再包个车如何？上车。他怎么比我还快？姐姐，你这样会不会影响早读秩序？不会，我买的是效率，又不是热闹。他还买了我的英语短语表。你怎么也？没办法，他给的多，而且他挑错比老师还狠，挺刺激。完了，早上的包子白吃了。我觉得我背的都考了，但我写不出来。手疼，不影响算题，不过会影响写字吧？那试试这个，阻尼清，不累手。多少钱？送你。送的不收。为什么？人情比笔贵。那1块钱。成交。妈，绵绵，最近秦家人对你好不好？挺好的。真的吗？他们给我的各种赔偿金到得很准时。绵绵，考不上清拔也没关系，不要累着自己。妈，其实我不是为了钱才考的，我是想让你以后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妈现在就挺好。你那会儿是忍，才不是挺好的。我永远记得那天。绵绵还在养伤，你们不能这样带她走。这几10万足够补偿你了，秦家的女儿必须带走。她不是物品，你们就算是知眠的亲生父母，也不能这样。梁女士，你现在这个条件什么也给不了我女儿，做人要识趣，不要耽误知眠的前途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待在这里。知眠，你还小不懂事儿，来人把小姐带回去。她要不要去，得她自己说。你们乡下人烦死了，不就想多要点钱吗？给你，再拦阻我找律师告你。女儿，妈！从那以后，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们一声爸妈。他们用钱羞辱和买断一切，那么同样的方式，我也会。
绵绵，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？秦家给的。那你自己留着学习。我会再要的。你这孩子。妈，他们拿钱砸你，我就花他们的钱养你。好了，我要刷题了，你也早点睡啊，千万别省电费。等我继承10个亿那天，希望秦家不要傻眼。我靠，早读真有用！我英语比上次高了12分。该死，他休学1整年，怎么会进步这么快？不错哦，刚来就第9。还是太慢了，我可是中考状元，物理还能长。全班第一，必须卖方案。好，今晚整理。马上就月考了，不能再让他这么进步下去了。沈之眠，我周测历史涨了8分，这是我的历史框架，能不能入奖池？你这套逻辑清楚，值600。哇，谢谢老板，这一周可以改善伙食了。这类题别硬算，先找临界状态。3分钟的能讲完？能。第3版，废话少了。勉强合用。终于被认可了，我好歹外文成绩也是全班前3，好不好？别骄傲，只值300。周燕，沈之头给你多少钱？我可以给双倍。你要买什么？你以后别单独给他讲题，你可以给我讲。你是缺题吗？我只是觉得你不该被他用钱使坏。我卖知识不卖立场。还有，你听不懂我讲的题。裴景行，我是不是很差？怎么突然问我？大家现在都围着他转，我只是有点不适应。那就适应。山河一中看分，不看谁更像小公主。哥，沈之墨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大家都被他收买了。他又怎么了？周燕帮他，裴景行也帮他，连老师都开始重视他。他是不是很快就要抢走爸爸的关注了？我倒没关系，可哥哥你怎么办？这次周测他第9，马上就是月考了，本家那边特别看重成绩，我好担心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他抢不了。可如果他一直考这么好呢？那就让他考不好。绿茶加废物，重点防范。他们要动你，迟早。需要保镖服务吗？我可以降低收费。不用，性价比不高。你这人真难攻略。攻略我没用，你还不如攻略分数线。爸妈，姐姐她还是跟男生走得很近，学校里已经有人议论了。沈之民，上次给你说的话，你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啊！秦家的脸，你是一点都不要了。我看他就是本性难改。拍得不错，我不是在夸你。知眠，你一个女孩子马上还要高考了，还是多多避避嫌吧。临界状态错了，重算。这个作文句子太花，删掉。一个嫌我物理慢，一个嫌我作文土，明明在学习，你们管这叫恋爱？姐姐，我只是担心你被别人利用。他们利用我什么啊？钱？那我可愿意。沈之民，秦先生，我现在每多涨1分，秦家脸上就多一层金。你们要是遵守约定，就别阻挡我买分。分数是买不来的，所以你一直没买到。够了！他们怕我早恋，其实他们更怕我考得太好。这次月考最高考前最后一次了，请大家认真对待。月考前把这12类题刷完。多少钱？考进班级前5再结。你对我这么相信？你这进步速度比火箭都快。那我这份也一样，进入班级前10，英语资料免费，前5记得夸我一句。给你情绪价值，还不如转账。你真是没有浪漫细胞。浪漫能加分吗？
见过掉钱眼里了，第一次见掉分眼里了。不过在咱们山河一中够现实。那你还不加班几点学习？下一次你这个前十守门员小心被我超过。谁怕谁？比比看。他们关系越来越好了。又想动手？查人，按高价。成交。那友情价取消。想让我考不了，那就看谁先算错账。查到了，秦莫凡找的是学生会考务，负责贴考场吊销码备用带。价格这次免费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要是考砸，我前10押题模板没人挑刺，太无聊。我想看你赢。那你投资眼光不错。你这第一次夸人，受宠若惊啊。不是夸，是事实。练条形码位置。你这是？听说他们想算计你。如果他们想换卷，最容易动打指杆和小型码。有办法？有，你每张草稿纸和答题卡都留一个别人模仿不了的解题标记，不是作弊，是签名。这个方法值钱。这次不收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。喂，物理老师，别趁我不在擅自加课啊！是你来晚了，我负责查人，你负责查题，很公平。你们2个负责闭嘴最公平。今天小富婆买单。哥哥，你真的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他的桃子卡会变成我的。不会被发现吧？发现什么？他休学1年，考低才正常。我成绩提高，爸只会高兴。我只是怕姐姐以后越来越厉害，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。有我呢，瑶瑶，你别怕。谢谢哥。我们才是一家人。1年前，他们偷走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好好算回来。偷卷偷得这么明显，咱们项目收尾看你喽。还真是会使唤人啊。标记够用，别离开考场。东西换好了吗？凡哥，这事万一被查出来，查什么？他一个休学废物，考低才正常。我的成绩上去了，谁会怀疑？蠢的很，着。谁在外面？晚了。裴景行，你他妈算计我！秦莫凡，站住！老师。他们是污蔑我。沈之勉，你这就是早就知道、猜到，为什么不提前说？没证据，说了没人信。毕竟他是秦家大少爷，我哥。你设计我？问题是，你不偷我试卷混进去了，要证明哪张是你的，需要核对笔记和做题习惯。那就查。不用那么麻烦。这是什么？我的签名。他每道大题的临界判断会先写一个极小的方向标，别人看不懂。也模仿不了。简单说，秦大少偷了卷儿，也读不懂防伪码。想换我的成绩，你先配得上我的草稿，答题卡和监控都要上报年级组。我爸会处理。你爸是校长吗？沈之勉，你先回去上课，后续学校会调查。好啊。听说秦莫凡换你抄题卡，真的假的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姐姐，
哥哥可能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能不能不要把事情闹大？他毕竟是你亲哥哥啊。亲哥哥偷亲妹妹卷子，这亲情质量挺山寨哈。你为什么总要这么刻薄？因为你们总要这么恶心。秦莫凡，你脑子进水了，月考也敢动手脚？还不是他逼的！他一回来，爸你就查他中考状元，还把他放进本家名单。你以前什么时候管过我月考？够了！知眠，你哥哥这次确实做错了，可你能不能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不要让学校处分他？不能，一家人3个字，不能给犯罪打折。姐姐，如果你心里有气，你冲我来，别毁了哥哥。你这么爱替人受罪，我只是希望这个家好好的。那你去自首好了。当年车是你开的，我是你撞的，后续竞赛保送名额是你拿的，哥哥这次换卷也是为了保你和他的位置。没有，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你除了没有，还会什么？够了，当年的事你没有证据，别再提。行，那这次有证据吧？你们就先处理这次。绵绵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妈今天梦见你小时候摔跤，哭着说疼。他们都问我能不能放过秦莫凡，只有我妈问我疼不疼，所以我不能输。输一次，他们就会说我活该。我去，这上升速度是神人吗？这要是不被折腾，得多高啊！哥哥，别难过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他给我等着！沈之勉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不太满意，处罚太轻。让让，班主任找我了。沈之勉，你就不该回秦家。你这猪脑子，回去好好问问你爹妈。这次月考后，我们班除了周燕外，又多了一位同学进行清北冲刺组，他就是沈之勉。终于够得上上清北的资格，恭喜！同喜。我喜什么？下次你的理科资料涨价了。英语专题，冲刺组内部版。哪来的？我家有点渠道。多少钱？你超标了，都年级前10了，所以送你。年级第10，不错，考得真不错。他把我害成这样，爸你还夸他？闭嘴！你自己做的蠢事，还有脸说？爸，哥哥已经知道错了，姐姐现在成绩好，你就不要再骂哥哥了。若瑶，你也要稳住，别让这些事影响你。骂儿子是因为他没用，夸我是因为我有用。赌注兑现了吧？什么赌注？月考前5奖励100万。知眠，这一家人上次都是气话，再说了，你要那么多钱也没处花，不是？气话？他们污蔑我和男生不清不楚时，怎么就不是气话？谁说我钱没有用？我的这些分数就是争分夺秒、知识付费来的。如果秦家兑现不起，那也别做我什么监护人了，让我合回沈家去。够了！我没说不给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俩生活费减半。爸。本家那边已经知道沈之魔进了清北冲刺组，那是不是对秦家有好处？当然，秦莫凡不争气，若曦身份又尴尬，沈之魔现在是我们手里最好用的一张牌。牌，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利用对象。唉，那就别怪我，把你们这一桌都陷了。姐姐，你现在进冲刺组了，爸爸一定很高兴吧？他高不高兴你还不知道吗？哦，不对。你刚被扣了1半的生活费，爸应该不怎么想看到你吧？这份不用满，冲刺组共享。共享不等于免费。你不用每次都算这么清。要算。你怎么能这么算我？不然容易被人拿感情抵账。这次1块钱。合格，终于合格了，继续保持。景行，你对姐姐真细心，以前你可从来不记别人喝什么。以前没人把糖精确到克，姐姐对于你就那么特别吗？是挺特别。
你们聊完了吗？我还剩6分钟背单词。行，沈之婉同学，您老忙。马上周末聚会，我一定要等着沈之婉你出丑。周末本家有个小聚，沈之眠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没空。这不是商量，你现在进冲刺组，本家那边都知道了，你该去露个脸。露一次脸，多少钱？你掉钱眼里了？不是你说我是秦家的牌吗？之眠，你听见了？其实你爸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不重要，既然是牌，出场费总要有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？你知不知道秦家庞大的本家是多少人想要接触都接触不了的存在？现在的你被看上，自己要觉得有荣光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你说吧。就算秦家得到本家支持，能获得多大的财富？哼，我就满足你那井底之蛙的好奇心吧。如果本家能支持我们，我们家的资产至少增加3个亿。3个亿？才3个亿？什么叫才3个亿？你知道多少人终其一生都赚不到1000万，更别说1个亿。好吧，那我更得需要点出场费了。虽然还没有我未来继承遗产多，真的好想看到他们以后的精彩表情。你看你爸气的，沈之明，你不知好歹。姐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谈钱多伤感情。谈感情的时候，你们总让我吃亏。之眠，你怎么对家里防备这么重？因为你们没让我失望过啊，强制带我回家，把我当工具，不断听他们的闲言碎语，可对当初的车祸的事情却让我缄默。你们哪一点值得谈感情？你想要多少？本家露面费、冲刺资料费、周末损失学习时间费，20万吧。你这是抢钱！不，我只是报价，同意不同意随你们。莫凡，缺考多少名？这孩子最近状态不太好，秦家直系男丁，难道连成绩都拿不出手？伯爷爷，哥哥只是被处分影响了心情，他以后会努力的。你倒是乖巧懂事，可惜了不是亲生的。之眠这孩子最近进了清北冲刺组，月考前级第10。你就是找回来的女娃娃，不错不错。我是。女孩子成绩好是好事，不过以后秦家还是要靠你哥哥。靠他？靠处分吗？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你沈之涵翻车了。沈之眠，这里不是你能胡言乱语的。牙尖嘴令，倒是有股子老秦家风怀。实话实话而已。景行，你居然也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这种场合。确实不喜欢。那你是来看投资项目？你怎么也来了？秦氏家族请了奖学金学生，我刚好受邀。正好，那你物理资料带了吗？带了。宴会上还买题，沈同学，你真是一点气氛都不给。气氛又不提分。本家这里对你印象不错，不过以后注意这种场合，你少顶嘴。出场费结一结，我会控制服务态度。沈之眠，姐姐，你也别怪长辈说哥哥才是秦家未来，你看你都不把自己当秦家人。秦先生他一口一个沈之眠，我姓沈，不姓秦，为什么当自己是秦家人？之眠，你也别怪爸爸，只是你认祖归宗需要个仪式，在我们心里，你就是我们的好女儿。打住！我个人不喜欢被道德绑架，一切将心比心。好了，距离高考倒计时83天，打钱最实在。老公！绵绵，妈把你以前那个护腕套洗干净了，给你寄过去。别寄，丑。你以前还说这是幸运护腕。在秦家别总逞强，受委屈就回家。妈，我没逞强，我在收费。你这孩子，他们每让我不舒服一次，我就多买一份资料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不会亏。1年前，这里还没拆监控系统，校工室可能有备份。那些备份卖吗？你问监控还是问校工？都问。去年资料太多，不一定找得到。旧监控检索劳务费，按小时结。不白麻烦您。
你这孩子，您花时间，我花钱，公平。好。他真的在查，哥哥，他在查旧监控。1年前的东西，能查到什么？万一他会动手脚呢？你当年到底有没有？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是好奇偷看家里的车，难道也不相信我？行了行了，我去处理。沈之勉，你做的差不多得了，若曦都被你逼成什么样了？他被我逼，这逻辑比你个位数的数学还差。别再查了，秦莫凡，我只说一遍，松手。沈之年，我受够你了！你别以为你是我名义上的妹，我就不敢动手。好，是你们逼我的！沈之勉，我跟你没完！秦莫凡，你今天居然在学校对沈之明动手，你像话吗？沈之熙，你特么告诉爸！还脏话连篇，你有个秦家少爷的样子吗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更何况我是个女孩子，你活该。是他非要查若瑶。爸，姐姐一直认定是我害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之勉，你这样逼若瑶，妈妈真的很难过。那您继续难过，我继续查。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抓着不放有意义吗？可我的手没过去。你们知道那一年我是怎么样颤抖的吗？还有无数个日夜，脑子都跟炸了一般疼痛。哪怕到现在，我也有时候也会莫名眩晕，站立不稳。你现在不是好好的，人就不能向前看？把你脑子撞坏，断休学1年，从中考状元跌落众人，而肇事者始终逍遥法外，一个道歉都没有。够了！当初我记得警察问询过若曦，那时候莫凡跟他在一起，这就是他不在场的证据。姐姐，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到现在都没有驾照，我那天全程跟哥在一起，你一定是记错了。秦若瑶，你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记得你这张脸，那轻蔑不屑而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没有。够了！你要多少钱？秦先生，封口费涨价了。沈之勉，你是你爸的种！毕竟你哥今天新增一笔。之勉，秦莫非是你亲哥哥？我说了，亲哥价3倍。你别太过分！过分的是你还敢抓我手上的手！你儿子，你知不知道我能高考就全靠这个手了？你还要动我的手？你是想怀的秦家在本家那边丢脸不是？够了！秦莫凡，适可而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康复医生、手部理疗，还有独立上下学司机。秦家的车，我不跟他们坐。爸，姐姐她要的也太多了吧？可以。爸，好，这个利息我收下了。绵绵，今天是不是手又疼了？没有。你小时候撒谎，声音就会变平，是不是秦家人欺负你了？妈，等我考上清北后，我就回家。旧硬盘找到了，但视频有损坏。我认识一个会修复视频的学长，我也认识专业团队，他的贵，但我的快。都要。专业团队说，旧监控损坏太严重，完整修复要3天。我那边学长说2天，但不保证清晰。那就都修。重复花钱？不重复。一个买概率，一个买速度。姐姐，你还暗中调查我？我要是暗中调查你，还会让你听到？秦若瑶，我要看着你一点一点自乱阵脚。周燕，你为什么非要帮姐姐查我？我帮他查事实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坏人？我看证据。如果最后证明不是我呢？那他肯定会跟你道歉。那如果是我呢？做错事当然要付出代价。
锦行，你家里那么厉害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，是不是有人故意伪造监控？监控还没修出来，你就开始怀疑伪造？秦若瑶，你太急了。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那你怕什么？哥哥，监控真的要被修出来了。慌什么？万一拍到车牌，万一拍到我毕竟当初无证驾驶，我怎么解释？那就让硬盘消失。可是沈之涵现在防着我们，哥，我只能靠你了。防得住一次，防得住第二次吗？把硬盘交出来。又是你们！你以为我还能上你的当？你们有脑子，但不多。秦先生，你的好大儿又开始胡作非为了。秦莫凡，你给老子安分点！现在给我滚回来！爸，都说你有脑子，不多。我能当着秦若瑶的面去调查证据，难道我猜不到你们会抢？那你还给爸打电话？所以我让你多去补补脑。你陷害我！证据要修，分也要修。画面初步恢复，有车牌。秦若瑶，第一转到了。这个车牌是秦家的。嗯。当年事故学校记录里写的是普通意外，因为有人让他普通。只有车牌，还不能证明驾驶人。所以，我还在等第二站。去年竞赛车祸的截图出来了，车是秦家的。大家不要乱传，没有证据的事会伤害别人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只发了车牌，没发你脸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比你有底线。是不是你帮他修的视频？你猜？秦莫凡，动手之前想想，你上次处分还没消。松开。还有你是不是？嗯。谢了。我不是帮你，我知道，你帮他。谁让你把这种东西传出去的？他本来就该见光。志绵，这件事要是真闹大，对秦家不好，对我挺好。你。爸妈，我真的没有开车，姐姐为什么一定要毁了我？我回你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撞我时想过这个词吗？没有驾驶员证据之前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到不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真相。少装清高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也要钱。真相是他欠我的，钱是你们欠我的。第二段恢复了，但画面不完整。知道摘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一直看我？看你似乎少了点东西啊。妈，姐姐又拿手链说事儿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若瑶，别怕，妈妈相信你。可是姐姐现在成绩好，爸爸也开始重视她了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也会不要我？不会，在妈妈心里，你永远是最懂事的女儿。懂事的女儿撞人，不懂事的女儿刷题。你今天分心了？没有。这题你平时不会错。他妈刚才说相信他，我其实也不想听，浪费脑容量。你其实可以难过的。是可以，但难过不加分。你找这个干什么？不能聊。
扔了。不行，万一被他找到，我来处理。你要的小蝴蝶飞了。就知道他们要丢东西，盯好了，价钱你开。一条破手链也值得他查成这样。哥哥，处理干净点，我真的怕。那个小蝴蝶没飞远，证据到手，秦莫凡亲自处理，画面清楚。保存3份，还真是你的性格，谨慎、谨慎再谨慎。车牌、手链、销毁视频，能证明关联，但还缺动机。动机？你出事后，谁得到直接好处？当初那个竞赛名额，我问过老师，当年档案还在。当年的地带记录确实在这里。秦若瑶当初拿走了我的名额，却拿不走我的份。姐姐，我听说你去查了当年的竞赛资料，消息挺快的。你为什么非要抓着过去不放？我知道你休学很难过，可我也不是故意占你名额的。不是故意。我出事那天后，你就弟弟了，这运气比你成绩好多了。姐姐，你不能因为我弟弟了名额就认定是我害你。学校安排的事我也没办法。你当然有办法，比如你没有驾照，还可以偷开家里的车。没有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别急，很快我就把证据甩你脸上。建议你少哭，容易影响发挥。好吧，这哭戏发挥的不错。谁让你把这种东西带回家的？他本来就在学校档案里。志绵，若瑶那时候也是孩子，就算他递补了，也不能证明他害你啊。你说的对。所以我还在查监控、车牌、手链，销毁证据。你没完了是吧？快完了。妈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如果姐姐一定要逼我，那我走。你哪里都不许走，妈妈相信你，你就是妈妈的好女儿。这件事不准闹到外面，本家最近在对我们进行评估，你别坏事。我就不该对他们有任何一丝一毫期待。这5道今天必须要会。必须？喂，年级第一就可以这么霸道了吗？你现在管我？既然想稳定上清华，那么我管分。喂，我虽然不是年级第一，但我外语强啊，那我管有感。要不你也管管他？他朽木不可雕。你他妈别以为年级第一我就不敢揍你啊！马上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了，你们猜猜看，我这次能到年级第几？那肯定是年级第一，超过某人了。本来我也觉得沈之面有希望，但要是拿了某人那语感感悟，很有可能外文上发挥失常。凭什么沈之言他被所有人喜欢？凭什么我的生活因为你到来就要变化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沈之民，沈之民，沈之民！我手没事吧？你动一下试试。还好，能写。明天模拟考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延长答题时间。不行，我去通过家里找最好的恢复师，今晚能来。这个算是软组织挫伤，旧伤被刺激，明天最好别长时间输血。不考试行不行？最后一次模拟考，怎么能缺席？可是你的手这样，真的行吗？放心，
我不会拿自己高考开玩笑了。秦若瑶呢？据说是低血糖发作，脑袋最后撞桌角上晕死过去了。倒是便宜他了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分明是故意的。就和当初一样，欺负我没证据是吧？新仇旧恨我都记下了。想阻止我高考吗？我非要让他看看怎么被打脸。疼成这样，看你怎么洗。看我笑话，做梦。沈之勉，要不要去医务室？不用。你的手还能写，哪怕慢点。手怎么样？凑合。3块5，已记账。涨价了。跑腿费。姐姐，你脸色好差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我低血糖犯了，没注意伤到你。继续表演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沈之勉，当初那场车祸能有第一次，就可以有第二次，你给我等着。同学们，这是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，学校所有老师都会加班加点，成绩明天出。今天别写了，我来记。我打字快，我记。好，我不跟你们矫情了，一个记理科，一个记英语。老师，成绩出来了吗？我昨晚梦见自己数学20分。昨天都疼成那样，他还能考好？安静！这次模拟考整体难度很高，但有同学进步非常明显。下边我报道名字同学：沈之梦，696分，全校第3。沈之勉带伤全校第3，天啊！中考状元还是状元，他真厉害啊！恐怖如斯啊！在学习这个赛道，我算是追不上了。还行。这次下滑特别严重，同学是秦若苗，579分，你要好好找找原因了。全校第3，妈妈恭喜你，手上的伤没事吧？有事，但您关心晚了。秦家给你投的补课费、康复费，总算没白花。真该死，他为什么永远像是打不死的小强？沈之勉，学校准备做一期冲刺学生采访，休学1年还能冲回全校前3，你的经历很典型。进步这么快，学校有奖金吗？有优秀学生宣传补贴。那可以。采访他凭什么？该死，他怎么还成了身残志坚的典范了？这是好事儿。本家最近正看第3代培养资格，沈之勉是山河一中第3，又是秦家亲女儿，正好替秦家争脸。可是若瑶最近状态不好，这样会不会刺激她？若瑶状态不好，能替秦家上采访吗？采访地点定在秦家别墅，稿子我让公关部写好了。退稿。怎么？我休学1年，不是在秦家养回来的，采访也不去秦家。之勉，秦家才是你的亲生家庭。亲生家庭的某些人撞坏我的手，还不闻不问，在这里采访我膈应。你非要把过去说的这么难看？过去难看，不是因为我说出来，是因为你们做过。姐姐，你是故意让爸妈难堪吗？不是，我说了，采访地点我来选，要么就作废。好，随你，但你必须带上秦家。沈同学，为什么第一站选这里？我是在这里被撞倒的。今天主要是采访学习经验，过去的意外就不必多说了。是不是意外？还在查。姐姐，今天这么重要，你一定要提不开心的事吗？对，对你确实是不开心，对我开心的很。这句留着，别紧。车祸后第1天，我握笔3秒就晕倒了。车祸后第7天，写完名字后立刻开始呕吐不止。车祸后第30天，我只能完成半张卷子就突发脑震荡。你那时候最难的是什么？是疼痛吗？不是疼，
是惶恐，是没有希望。我不知道这只手还能不能写完高考。后来我一天一天把手和时间一起捡回来。志眠，妈妈不知道你那时候这么难，可你后来知道我受伤啊。或许只是想回避那个万一的可能性。你别把什么都怪若瑶。喂喂，采访中呢，秦大少收收脾气，小心我全给你剪进去。休学1年后还能冲回全校前3，你最大的支撑是什么？账。什么账？错题账、时间账、花钱账。他每一次提分都有对应复盘。采访时可以加一句：感谢秦家提供更好的教育平台。拒绝。沈之墨，不要忘了本儿。平台可以感谢，冒领不行。这是你养母写的？他没上过好的学校，但他知道学习不能靠偷。你又阴阳怪气谁？没阴阳你，你这脑子听不明白。你，儿子，别胡闹！休学1年冲全校第3，高价错题，名师1对1，秦家黑卡，寒门学生还有公平。你不是爱算账吗？那就让大家看看你的成绩花了多少钱。这沈之婉这么过分呐？这次不是说他早恋，是说他用钱砸成绩。好啊，原来他的成绩都是买来的。沈之眠，别以为聪明的只有你一个，会让你名誉扫地。志眠，你快看论坛，有人黑你。是啊，他们太过分了。昨晚就看到了，这次热度可以啊，标题比上次高级，至少知道搞点水军，加了攻击预算。姐姐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相信你没有买答案。你当然相信了，毕竟那帖子的风格我看着很眼熟啊。主任找你。沈之眠，你能解释这些费用吗？能，我申请一节班会。做什么？公开账本，证人不用上台，账本会自己说话。用钱买资源，这种话传出去，秦家脸面往哪儿放？今天整个学校反应都比较激烈，我好担心姐姐她。这孩子就是太高调了。不是事实吗？他不是天天收费转账算账？是事实。我花钱买时间，买学习效率，就是不买答案。明天有班会，欢迎旁听。看他这次怎么出洋相。那些事实的结果只会淹死他，好期待啊！他真做表啊，连补课时长都有。不枉我从隔壁跑过来，也算是开眼了。大家质疑可以，今天解释免费。你的每一次提分都有复盘？我花钱得知道回报率。他买的是方法，不是答案，所有模型都重新做过。他手写的慢，所以每道大题先算少写但不丢分的路径。他买来的作文资料，最后被他删到只剩3页。资料贵不贵不重要，能不能把1分追回来？你们说对吗？可是姐姐啊，你有钱买这些，本来就比普通同学有优势。我买过的高价资料，班里能用的都放进共享包了。真要谈公平，我至少把梯子放出来了。而你白拿秦家的资源，给过谁1页纸？我在谈论上下载过他的数学压轴题整理，我英语作文就是看他共享包提的分，没想到那个大神居然是沈之面。好，共享资料包先转入冲刺组公共资料库，所有同学都能用。学校论坛同步置顶澄清，源头另查。秦若瑶同学，论坛内容明显恶意引导，学校会查源头。我只是担心姐姐被误会，这样子太好了。我花钱买时间，不买答案，
质疑我可以，先拿出比我的错题本。这句比我的作文结尾好。老师，发帖设备不是秦若瑶的，是秦莫凡的备用手机。不过草稿第一次保存不是这个账号。我只是看见哥哥手机没关，怕他冲动，所以先替他写好标题。秦莫凡是我发的又怎么样？他本来就是靠钱堆出来的，还不允许人说了吗？你造谣！我说错了吗？第一，他没买答案，没破坏公平，也不需要你这种逻辑替普通同学说话。哥哥只是太关心学校公平了。你们兄妹挺会替人造谣啊，一个替普通同学骂我，一个替秦家删证据。秦莫凡，你已经多次针对沈之眠，学校会追加处分。主任，我叫你家长来。秦莫凡又处分，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他要毁了秦家的评估才甘心是吧？别被他们影响，发帖源头和秦家公关模板我都备份了。证据越来越厚，离公开也越来越近。你之前查的车祸证据，学校这边又补到一份校公证词，证词还需要本人确认。校公现在在老校区，我去。我陪你核时间线，我负责录音录像。马上也要高考了，你们还不抓紧时间复习？年级第一不用复习，我需要放松。你成绩一般，你去复习。我成绩够用，我父母又不逼我上清北。随你们。当年的事儿我记得，那孩子撞得不轻，手腕都变形了。后来秦家来人说小孩子意外，别给学校惹麻烦。您愿意签字吗？你现在还要高考吧？这事儿会不会影响你？所以，我才想快速解决。事故发生当天，秦若瑶递补参赛，证据链能讲通了。车祸是意外，弟弟是巧合，删监控也是巧合。秦若瑶的人生挺省力，全靠巧合替她铺路。沈之眠，高考前翻旧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结旧账，这样会影响孩子状态。影响谁的状态？影响施害者的状态，就叫翻旧账；影响我1年，就叫意外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绵绵，会不会耽误你复习？不会。妈，要高考了，我好想你。那妈陪你。先吃，吃完再刷题。吃饭用时12分钟。妈批准你浪费12分钟。绵绵，总算要高考了，妈之前真的好怕担心你。写不了字就先不写，妈养你。我不想休学。那妈陪你复健，一天写1个字也行。那时候我一天写1个字儿，您都夸我进步。本来就是进步，所以现在全校第3，还不够。在妈这里够。我要清北，我要继承10亿积产，我要你以后不用再被任何人拿钱砸。绵绵，面坨了，别煽情。明天开始最终冲刺，证据我备份了5份，放心考试。等高考结束后盘他。少写不少分。这可是高分句。高分句不是堆出来的，是刚好打中题。身份证、准考证、笔、橡皮、水。妈，你检查第6遍了，第7遍才吉利。紧张吗？有点儿。怕考不好？怕没把他们打疼。绵绵，你已经很好了。
还不够好。志绵，爸爸送你进去。不用。绵绵，加油。妈，等我。被偷走的1年，被撞坏的手，被欺负过的妈妈，今天一起还。今天终于不刷题了吧？不刷。终于听见这句话了。怎么了？妈，我想说，有你真好，我高考后再也不想回秦家了。可秦家毕竟是你亲生家庭，我怕。妈，我们不怕，女儿我一定会考上清北，拿下那10亿资产继承权。以后啊，我要把咱们这个小店开得更大。好，妈其实不要什么10亿，妈只要你好好的。我也要我好好的，所以我要拿它，不是被秦家买回去的真千金，是你养大的沈之眠自己考出来的10亿。别哭，菜凉了。如果之眠成绩好，第一时间通知媒体，地点就放在秦家别墅。他会同意吗？这孩子考完试后就没回来过。哼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姓秦。万一他没考好呢？对啊，高考又不是模拟考，每年都会有意外。最好别出意外。查芬那天回秦家，记者会提前到。秦家？他们想蹭查芬，那你要回去吗？回，打脸去。记者还有半小时到，之眠呢？他会回来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我妈来看我查芬。记者来之前，让他先去偏厅，镜头里不用出现无关人员。他才不是无关人员，他是我成绩的最大投资人。姐姐，我帮你打开查芬页面吧。不用。别等会儿乐极成悲，出现低分。屏蔽？不会是出问题了吧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哪里填错了，或者成绩异常？怎么会查不到？绵绵，妈，菜可以加2个。你笑什么？沈之眠，成绩屏蔽，全省前列，清北稳了。清北招生老师已经联系学校了，你太争气了。绵绵，好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秦家的孩子不会差。之眠，妈妈就知道你可以。秦家的孩子，刚才查不到成绩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这么说的。记者会取消。不行，记者马上到了，这可是秦家的大喜事。现在这个成绩，是我的成绩，也是我妈的大喜事。之眠，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你是秦家真千金，采访放在秦家最合适。可以。先公开向我妈道歉。之眠，为当年拿钱砸她，为今天嫌她进门一起道歉。妈，别怕，我怕说错话。你说什么都对。也得恭喜你，同样被屏蔽成绩了。基本操作而已。阿姨放心，今天您是主角之一。我不是，你是。秦先生也来了。当然，之眠是我们秦家的女儿，她取得这样的成绩，离不开家庭支持。沈同学，你最想感谢谁？我妈梁青。我手受伤后是她陪我复健，我休学1年是她买旧题册陪我1天写1个字，高考前夜是她给我检查巡考证。那秦家呢？秦家给了钱，我花了，但别把钱说成养育。之眠这孩子就是嘴硬，我们秦家当然也一直关心他。那秦先生，沈同学受伤休学这1年，秦家做了哪些照顾？
问这些干什么？他现在不是考得挺好吗？这回答送分儿，反向送。听说沈同学休学和一次车祸有关。今天是庆祝成绩，不谈过去。谈。成绩谈完了，该谈账了。沈同学，这些是我休学1年的账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在今天这样吗？对，今天镜头多。这是秦家的车，视频不完整，不能说明驾驶人是谁。我不靠一句视频完整，我靠你们每一步都做错。还有秦家当年找人删监控的记录，已同步给记者邮箱。不是我没有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？毁你？我出事当天，你递补参赛，视频修复后，你让秦莫凡销毁手链。沈之勉，你别胡说！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拍得清楚。秦先生，当年秦家是否知道车祸真相？我们也是刚知道。不是，这笔钱你拿着，劝劝他，别再查过去的事儿。他不是怨气，他是疼。秦先生，您当时是拿钱让梁女士劝沈同学闭嘴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志勉，我们只是怕你高考分心。你们怕的不是我分心，是秦家丢脸。够了，抢这个没用。你们算计我！你做过的事，我只是整理的比你清楚。秦先生，你是否包庇秦若瑶？秦莫凡换卷造谣，是否也是秦家纵容？沈同学，您后续会追责吗？这其中有误会，都是孩子之间的小矛盾。再说了，没有秦家的钱，他能考到今天？姐姐，秦家至少给了你资源，你不能一点恩情都不认。沈同学，秦家是否确实为你提供了高额教育投入？提供了，所以我才说小矛盾这个词不够贵。我休学1年，他偷我成绩，你拿钱堵我妈的嘴。秦先生，你家的小孩挺伤人。妈，吓到了。绵绵，妈只是心疼。疼什么？疼你那一年，一个人记这么多账。以后不用记了。为什么？请问梁青女士、沈之墨小姐在吗？你是谁？盛老先生遗产执行律师。沈之勉小姐高考成绩已经被清北招生确认，符合遗嘱条件。10亿！沈同学还有10亿遗产！什么10亿？什么遗嘱？盛老先生遗嘱规定，梁青女士一脉第3代继承人，需于本年度考入清北，方可继承10亿教育信托。沈小姐符合条件。所以你一直想考清北，不是为了秦家？你现在才懂。你怎么从没告诉家里？家里，我告诉我妈了。沈同学，所以您之前花秦家的钱补课，是为了考清北继承10亿？对，那秦家算成本。秦家欠我1年，我拿秦家的钱买回1年。我妈给我命，也给我重新握笔的那一年。你们给我钱，也给我必须反击的理由。我分得很清楚，别把成本说成恩情。沈之瞒这回真回本了。现在轮到你们算账。秦先生，您是否知道沈同学有10亿继承权？秦家接回亲女儿，难道只是因为查到她中考状元？秦若瑶撞人一事，秦家是否会公开道歉？之勉，妈妈真的不知道你这些年这么苦。你知道的，你只是不想为了我让秦若瑶难过。之勉，今天事情太突然，我们回家慢慢说。你永远是秦家的女儿。回哪个家？撞我的人住在那里，换我卷的人住在那里，拿钱砸我妈的人也住在那里。我家在这儿。
我之前不知道你真能考上清北。所以呢，如果我考不上，你就不用道歉了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爸爸妈妈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。车不是故意开的，手链不是故意销毁的，论坛不是故意发的，我手腕上不是故意撞的。秦若瑶，你不是怕失去他们，你是怕没有人继续替你买单。信托手续会在7个工作日内启动，沈小姐可以指定公益方向。你决定。那就设奖学金给山河省贫困学生，尤其是受伤、休学、被迫中断学业的人。周燕，后续学术筛选你来做。我？你这么厉害，自然知道谁真的缺。那我呢？你负责外文版本宣传。可沈之言，秦家毕竟给了你资源。给了。然后我花完了，你们给的钱我认，你们欠的情我不要。你不能连妈妈都不要。我有妈。好了，我要说的话全部说完了，采访到此结束。我被偷走的1年，终于开始连本带利回来。我不是没机会爱他，是每一次机会，我都先选了若瑶。真要关店？不是关，升级。这店这么旧也能升级？我也是从这儿升级的。奖学金第1批可以先覆盖山河省因病、因伤、因家庭变故休学的学生，重点看真实缺口，不看谁哭得好。对外传播我来做，标题我都想好了。别煽情过度。你对我有偏见。你废话有前科。周同学，你笑点变低了。他说的对。沈之眠，恭喜你。绵绵，那你外公要是知道，一定很高兴。妈，这张纸比10亿还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我自己考的。明天开始筛选。艾小师姐，这次公益不白干，算我投资。那我投资传播。你们2个现在很会欠账。跟你学的。都别吵，吃饭。被偷走的1年，我拿回来了，连本带利。秦振南，你就是这么管家的？这件事我们会处理。处理？秦氏家族分支的脸已经被你们处理没了。凭什么？凭你成绩差，处分多，脑子还不好。还有你，不是亲生，却惹出比亲生还大的祸。我爷爷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家人了。秦家不缺会哭的人，缺能争气的人。知勉，你来了。律师通知我是说秦氏家族想见我。你考上清北，又继承盛家教育信托，确实给秦家争了脸。我给我妈争脸。秦家毕竟是你的血脉，你若愿意回归本家，秦家会给你资源。资源？秦氏可以重新规划你的培养路线。晚了，我太需要。我最缺资源的时候，秦家在护撞我的人。现在我有清北，有10亿，有我妈，不缺秦家培养。志勉，爸爸以前糊涂，你回秦家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妈妈会补偿你。补偿可以。先向我妈道歉，公开道歉，不是给钱，
不是补偿，不是高高在上说辛苦了，是道歉。应该的。他们终于学会低头，但我妈不一定要原谅。秦若瑶，你是否承认1年前无证驾驶秦家车辆，导致沈之面受伤休学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那时候太害怕了，我也只是个孩子。谁不是呢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太怕失去爸爸妈妈了。你回来以后，我每天都睡不着，我怕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你当时就撞我，那撞我手呢？发帖黑我呢？论坛草稿最早保存在你的账号，后来由秦墨芬备用手机发布。是哥哥说要帮我处理的，我没有让他发出去。不是你说他考好了，爸妈就不要你，每次都是你哭完我去替你出头，现在全推给我。秦若瑶，不安全感不是犯罪通行证，愚蠢和智商低也不是。之眠，若瑶是有错，可她这些年也是真心把我们当家人，她只是太害怕了。徐女士，你心疼她害怕，那我疼的时候呢？绵绵，我没事儿，我只是不同意你用眼泪抵账。秦若瑶同学，你是否会向沈之涵正式道歉？姐姐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只要你说一句原谅，大家就不会再骂我了。你看，你道歉还是为了你自己。沈之眠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因为我有的都是我自己爬回来拿的，不是你施舍的。他终于失去了他最会用的武器。你别搬，手还没完全好。医生说可以适量活动。医生说的是适量，不是让你搬桌子。小店不收保护费。我不是来找事儿的。谢谢。说吧。本家取消了我的培养资格。那得恭喜本家了。我爸让我来找你，你现在有清北，有实力，本家也看重你。你以知勉奖学金的名义跟本家合作，顺书写一句我参与公益改过自新，本家看见价值，也许会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次不抢文件，改钻规则漏洞了。进步不大，但确实换了打法。我只是想补救。你想让我的奖学金替你的处分洗白？我是你哥。你偷我塔地点的时候也是我哥，你和秦若瑶污蔑我时候也是我哥。我那时候你觉得我不值钱，现在我值钱了，所以你想当我哥。秦大少来补课，想让我帮你也不是不行，先做做看。你羞辱我？不是，评估你有没有投资价值。这投资风险比秦家股价还高，还是止损吧。你真的就不原谅我一次？我帮过你，我收费教你函数的时候你不学，机会给过，题也讲过，你自己交了白卷。道歉而已，还需要流程？你们秦家说话喜欢包装，我怕你们包装成误会。沈老板，流程很专业。仿跑题。梁女士，这些年辛苦你照顾知勉。重来。这句叫慰问，不叫道歉。知勉，你别太过分。您可以不道歉，我也可以放证据完整吧。梁女士，对不起，当年我们找到知勉，没有尊重你，也没有尊重他。我们拿钱衡量你养他的18年，是我们错了。梁女士，对不起，当年我拿钱让你闭嘴，也拿钱想买断你和知勉的关系，是我不对。梁女士，我们已经道歉了，希望你和知勉能看在血缘的份上，给秦家一个机会。你看，这才是他们想说的。我接受你们说对不起。
但我不替绵绵原谅。对不起，我收下，原谅不卖。他疼过的手，修过的学，被你们骂过的话，我都替不了。第一批名单整理好了，效率不错。镜头也不错。妈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挂牌。让他们道完歉。该做正事儿了。近期关于秦家的舆论占用了公共资源。作为父亲，我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。这开头有避重就轻那味儿了。等他跑题。孩子之间的矛盾被放大成现在这样，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。若瑶和秦莫凡也都受到了很大伤害。停！志绵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现在说，车祸不是孩子矛盾，换卷不是家庭误会，拿钱堵嘴不是父亲做的不够。沈同学，您是否认为秦家的道歉不够诚恳，不够准确？我帮他们改了，比公关稿好，事实更清楚。秦振南，发布会结束后，本家会重新评估分支管理权。我已经道歉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你道歉是为了让别人放过你，不是为了记住我疼过。对不起，秦家长期偏袒施害者。对不起。他们终于说对了，但说对了不等于还完了。这一批优先因病、因伤、家庭变故休学的学生，理由？他们最容易被时间抛下。通过。这个筛选标准值钱。公益也收费？夸你不收费。沈小姐，裴家愿意给奖学金追加投资，条件不多，只要冠名。爸，商场上互利互惠很正常。不卖冠名。你知道裴家能给多少资源吗？知道，所以更不能卖。为什么？这些孩子缺钱，不缺另一个高高在上的姓氏，名字可以写进捐赠账本，不能压在孩子前面。裴家可以捐，不冠名。宣传我来做，但规矩他定。这次不废话。难得被夸。别骄傲。捐赠可以，干涉名单不行；宣传可以，别抢孩子故事。成交，沈老板。认识。我妹妹，她去年生病休学，如果需要避嫌，我退出筛选。材料真实，缺口明确。通过初试。谢谢。谢规则，不是谢我。谢谢姐姐。别谢太早，拿了钱好好读，以后你们也要把别人拉起来。绵绵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我被人拉过，所以我知道掉下去的时候有人拉一把多贵。即日起，秦振南暂停分支管理权，秦莫凡取消培养资格，秦若瑶相关追责，秦家不得再干预。我只是犯了点错。点，你这叫连载。妈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妈妈，若瑶，去承担吧。你也不要我了。都是因为你。哥哥，明明每次都是你说要帮我。你每次哭，不就是等我帮你？志绵，妈妈错了。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？徐女士，
我妈在店里等我吃饭。就这些？嗯。不再看看？没什么值钱的了。走吧，妈。沈老板，发言稿给你改好了。删掉1/3。又废话多。你别笑，你那份规则也被他改了。他改的对。你现在很没原则。有。我以前休学过1年，那1年我最怕的不是疼，是觉得自己被时间扔下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要有人肯拉一把，只要我自己还想往前，时间也能追回来。这笔钱不是施舍，不是脸面，也不是谁家的广告牌，是工具，拿着它去抢回你们的时间。绵绵，妈真高兴。高兴什么？高兴你没有被他们养坏。幸好是你养我。再说一遍。不说了，太肉麻。第2批名单明天筛。当然。少糖1块钱，老规矩。成交。被偷走的1年，我拿回来了。被人踩过的路，我修成了桥。以后，轮到我拉别人一把。